大家好，我是咕咕叫，一个名字好笑但内容却难看的频道。今天呢，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女巫莫娜的故事。巫术是一种脱离科学、改变现实的手段，不少人希望自己获得至高无上的巫术，帮助自己完成愿望。在1993年，马来西亚发生了举国震惊的女巫连环剥皮杀人案，而受害人就是误信女巫想要利用巫术来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这宗杀人案充满了神秘、邪恶而残酷的黑巫术色彩，瞬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1993年7月18日和7月19日，警方分别接获了针对同一人的2项报案。失踪的是当时一个州的州议员，49岁的拿督马兹兰。拿督这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人物失踪，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至开始有风声指出拿督马兹兰的失踪有重大内情，这则案子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警方的办案速度也快了起来。但让警方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介入的不单是一种普通的失踪案，而是马来西亚犯罪史上最可怕的连环碎尸案。警方最后锁定了一个嫌疑人，他就是莫娜。莫娜出生于马来贵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流行歌手，出过专辑。她曾3度离异，分别生下了5个儿女。第3次离异后，她结识了第4任丈夫，身为巫师的阿芬迪。莫娜与阿芬迪一拍即合，莫娜随即开始沉迷修炼黑巫术。突然有一天，她坚信自己拥有了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她相信自己被神度化了。她相信这是神的神迹，也是自己的命运。于是，她决定放弃原来的生活，成为一个巫师。她说服了自己的丈夫阿芬迪和他的助手祖莱米一起在吉隆坡开了一家巫师诊所。1992年11月，马来西亚前议员，同时也是巫统组织的成员马兹兰结识了阿芬迪和莫娜这对巫师夫妇。此时正是身为巫统巫楼区署理主席的马兹兰深陷烦恼的时候。在地位上失势的他，一心想要东山再起，升官发财。但曾在接受完善教育的马兹兰想到的方法，竟然是利用巫术。惊奇的马兹兰屡次向阿芬迪和莫娜夫妇透露他的野心，并且不断地请求他们为他施法，对付他的死对头。于是阿芬迪和莫娜这对巫师夫妇见到如此大好机会，就自称拥有前印尼总统的3件宝物：拐杖、颂骨和一张护身符。有了宝物，就能刀枪不入，无往不利，权力和金钱也都能手到擒来。深信不疑的马兹兰为了得到宝物，不惜提出以31万令吉的巨款以及9份地契，求莫娜夫妇为他施法，让他升官发财。1993年7月2日，就是莫娜夫妇为马兹兰施法的日子。他们告诉马兹兰，施法需要保密，因为如果告诉别人，法术就会无效。于是马兹兰只告诉自己的妻子，今晚会尽快回家后，就兴致勃勃地随他们去了施法地点。他们选了马兹兰在郊区40公里处正在兴建中的新屋作为施法地点。他们在新屋中间挖掘了一个大洞，并告诉马兹兰施法现场已准备妥当。拿督马兹兰，躺下来吧，你会听到很神奇的声音，接着就会有很多钱掉下来，你从此以后都会过着富裕的生活。莫娜夫妇指示马兹兰脱掉外衣，然后包裹毛巾躺进洞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帮马兹兰冲花浴净身。马兹兰迫不及待地躺进洞里，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等待着金钱从天上掉下来，想着今天花的钱将会得到回酬。但是砸在马兹兰头上的不是从天而降的金钱，而是莫娜夫妇事先藏起来的斧头。他们挥斧连砍了3下马兹兰的颈部。莫娜躲在暗处的助手祖莱米拿着早就准备好的8冷刀跳出来，于是他们就开始分尸和清理现场。最后，他们就驾着马兹兰的车和他奉上的钱与地契直赴吉隆坡。从1993年7月3日开始，是20日之间的这段时间，他们把马兹兰的车卖了，然后疯狂购物。他们共花费了19万令吉购买了另外2车。
一台手机、珠宝、家具、电器及莫娜的整容，并将马兹兰封上的地契交给律师申请转名。马兹兰的家人焦头烂额的到处打听消息，他的同事也在积极的寻找他，因为选举就要来临，而马兹兰已经缺席了多次重要的会议。当时身为乌统乌鲁区署理主席的马兹兰，在同事眼里是一个野心勃勃、想要屈服主席之职的人，他没有任何理由不顾他的支持者离开。他的失踪也在当时的州行政议会上提出讨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失踪的。当记者追问的时候，当时任州务大臣也只能打官腔回答说，过几天他就会出现了。马兹兰失踪约2个星期后，也就是7月17日，无计可施的家人终于向警方报案。隔日，也就是7月18日，乌统乌楼区主席与代表也向警方报案，要求尽快查出马兹兰的下落。顿时，整个马来西亚的报纸都开始刊登马兹兰的失踪启事。警方随即接到一名男子的投报，指他向一对夫妇购买了一辆车牌号码符合的车辆。经过明察暗访，警方锁定了莫娜与阿芬迪，并认为这对巫师夫妇也的失踪有关。但是马兹兰到底去哪了呢？于是警方想起了马兹兰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便到马兹兰在乌洛郊区的新法岭查探。警方发现新屋地上有一块新铺成的可疑水泥，盘开6指后，警方发现了碎尸，尸体被分割成了18份。警方同时找到一把斧头和2把8棱刀，还有黑巫术用的祭品。木偶、长针、栓杆、老叶和代表3个宗教的神像，以及马兹兰的点38手轮手枪及4枚子弹。在黑巫术界有种传言，那就是当巫师夺走他人的生命，就可以获得更高层的黑巫术。莫娜和阿芬迪就是为了训练这种黑巫术，计划取走9条人命，而其中一个人就是马兹兰。马兹兰命案被侦破后，一连串的无头公案也在3名犯人的带领下被揭发了出来。1993年7月30日，警方在郊区2个不同的地点分别挖掘出3具尸体，其中包括了1名婴儿。经过化验，警方证实他们是来自巴生的一家人，分别是26岁的男子、他25岁的妻子和5个月大的儿子。1993年8月6日，警方在另外一个埋尸地点找到3块人体组织、神像和神油等。当时警方怀疑死者与1991年在巴生某个渔村发现的无头尸是同一个人。警方当时也在寻找另外6名失踪女子，这些人曾跟这对巫师夫妇有过接触，可是这些失踪案最终也无迹可寻。莫娜夫妇与助手祖莱米被指控谋杀了马兹兰。1995年1月5日，他们被宣判死刑。3人多次上诉，但都遭到了驳回。最后，他们申请宽赦，也同样被拒绝。这段时间，莫娜出庭的时候都浓妆艳抹、盛装打扮，看到记者的时候还时常张大嘴巴笑对镜头，一副充满自信的模样。可是到了审讯的后期，她在狱中的生活不如外面好过。莫娜开始无心打扮，也变得又瘦又苍老。但是每逢有机会出庭，她会往脸上抹上厚厚的粉底来掩饰皱纹。2001年10月2日，在马兹兰谋杀案发生过后的第8年，45岁的莫娜、44岁的阿芬迪和31岁的祖莱米被送上了绞刑台。莫娜与阿芬迪夫妇涉及至少4起碎尸案和6起失踪案。深信自己已经达到黑巫术最高境界的莫娜，被正法前的遗言是“我不会死”，让人听来毛骨悚然。狱卒把莫娜的遗言传出后，有关莫娜未死的流言一直没有平息。一些迷信的人甚至相信2人已经训练成最高层的黑巫术，所以没有真正死去。更有人猜测莫娜可能至今仍躲在马兹兰被害的空屋里。很多年过去，但是这种可怕残忍的凶杀案却并未被人遗忘。即使莫娜、
阿芬迪和祖莱米都在2001年被正法，但至今都不断有在案发地点与关押他们的警局发生灵异事件的传闻。传言称，有警员在夜间感觉有人朝着他的后颈吹气，关押他们的扣留所也在夜间传出呻吟声和说话声，甚至有人称，在马兹兰被害地点与莫纳夫妇的住家周围看到了他们的灵体在到处游荡。记者也曾到马兹兰被害的空屋，但现场早已被野草给破坏，已经看不到房屋的踪影。当地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曾经发生恐怖的血案，所以都不太愿意靠近这里，于是这里就渐渐的荒废了。最后，无论是巫术还是任何宗教信仰，都应当是教人向善的，但却往往有人为了追名逐利，想要走捷径，不劳而获，最终自食其果。2007年7月，莫纳的事迹被拍成了电影，一部斥资280万令吉的马来恐怖电影《Dukun》。这部电影在多个地点进行拍摄，包括目前已改成警察局的老洛监狱。好了，我是咕咕叫，一个名字好笑但内容却难看的频道，大家记得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期见。